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普里戈任与俄军高层矛盾暴露，谁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呢？俄罗斯军事评论网站发表了作者罗曼·斯科莫洛霍夫等人的文章，对普里戈任公开指责俄军方高层这一反常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同时呢，也对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这一特殊的雇佣兵集团的运作方式做了一个介绍。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俄国防部与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的矛盾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戈任已经忍无可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战场上让某一支分队无休无止的处于地狱之中是行不通的。任何装备在高强度的使用之后会损坏人呢，没有谁真的能够承受千锤百炼。当今世界有不少国家除了拥有正规的军事力量之外，还允许存在雇佣兵等私人武装。目前世界上一共存在着100多个雇佣兵组织，部分拥有专业公司进行经营，有的属于私人组织，主要干一些国家不好出面、不好下手的脏活累活。这些雇佣兵来自哪里？战斗力怎么样呢？如果你了解了有关情况，相信你一定不会小看这些私人武装。以瓦格纳为例正常情况下，私营军事公司的人员主要来自军队的退役人员，他的指挥员通常是接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前军官。每年退役的人很多理由也很多，不需要被抛弃了，与上级领导意见相左，不受待见晋升无望等等。这些人往往能力极强，个性也很强。当国家不禁止他们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的时候，私人武装公司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老兵油子，作战技能强悍，作战经验丰富，能够建立十分高效的武装机构，能够以很高的效能在任何地点展开武力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瓦格纳集团能够单挑乌军27个旅，打了很多硬仗，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作战成果远远超过俄正规军的原因。巴赫穆特极其难打，地形易守难攻，守军意志坚定，但是瓦格纳硬是将巴赫穆特变成了绞肉机，大量的杀伤了乌军的有生力量，使得参加巴赫穆特作战的西方国家的这些雇佣兵都谈之色变。由此可见瓦格纳雇佣兵的战斗力战斗如此残酷，瓦格纳的伤亡和损失肯定不小，这也是普里戈任一肚子怨气的根本原因。但现在他直接指名道姓的公开指责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普里戈任的路会变得很窄。普里戈任喜欢以自己特有的攻击犀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2015到2016年，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卢顿野战指挥官不受控制的问题。但是瓦格纳总裁现在不得不在2个方向上同时对付2个不同的对手，乌军和俄国防部，这都是从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军事理论上一般规定，如果敌人在某一个地段成功的进行了防御，将导致我方巨大伤亡的时候，最好是绕过这一地段，或者在敌人更薄弱，或者是在他始料不及的其他的地段实施突击。那为什么瓦格纳面对乌军坚固设防的巴赫穆特，每天50米、100米的向前啃、向前推进呢？普里戈任披露了巴赫穆特绞肉机计划的一些细节他提到了关于他和苏罗维金将军共同定下的决心，目的就是要在巴赫穆特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和装备。从多方媒体的报道中似乎俄国防部与私营军事公司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私营军事公司为什么要指责国家的强力部门？国家反对私营军事公司吗？从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官方声明中也找不到答案。但是从最近几天巴赫穆特的战况看，我认为情况比较复杂，不那么简单。俄罗斯胜利日之后乌克兰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攻。在乌克兰的战报中，乌军在巴赫穆特城区的蓝白两翼，在至少6个方向进攻俄军阵地，短时间内击退了俄军所谓的数个旅，俄军出现大面积的溃退，
乌克兰军队快速挺进3公里以上，甚至打通了通往巴赫穆特的2条公路，还击毙了俄军的2名上校，大有从2翼包围巴赫穆特城内瓦格纳的趋势。可是经过2、3天的反攻之后，乌军突然发现，他再怎么努力都撕破不了俄军的防线，反而是被俄军死死的拖住。而这个时候的乌军已经走出了坚固的堡垒。这个时候，俄军的空天军和俄军的优势火炮就出动了，向乌军发起了猛烈的轰炸。仅仅是在5月12号这一天，乌克兰就损失了1185名军人，是这一段时间里面乌军损失最大的一天。在俄军顶住巴赫穆特2翼方向，阻止乌军前进的同时，在城内的瓦格纳在巴赫穆特城内不断的取得重大的进展，以实际占领了乌军留守部队最后堡垒区的核心防区。乌军只控制不到10栋楼房，败退之势已经无可避免。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在他的每天的战报里面直言不讳地否定了乌方的战报，说明乌军的所谓的反攻成果被过于夸大。如果以实际的战果论成败，你还认为普里戈任是真的在指责俄军方高层呢，还是在唱双簧呢？与任何战争一样，乌克兰战场上始终笼罩着常人看不清的战争迷雾，不要轻易相信关于乌克兰战争的任何消息。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